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富有的习惯》。你有没有在深夜刷着手机，突然停下来问自己，为什么有的人越过越宽阔，而我却像被钉在原地，连往前挪一步都费劲？不是运气，不是天赋，更不是你不够努力。有一本书，它不喊鸡汤，也不卖焦虑，它只是安静地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真正富起来的人，拍下了他们每天重复到近乎无聊的动作，然后告诉你，财富原来藏在这些你从没在意的小习惯里。这本书叫《富有的习惯》，作者托马斯·科利，一位研究了10几年百万富翁的会计师和理财教练。托马斯·科利不是坐在书房里空想的人，他花了整整5年，追踪了233位百万富翁和128位穷人，每天记录他们的作息、对话、饮食、阅读、运动，甚至他们怎么跟孩子说话。他发现富人与穷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从来不是智商，不是学历，不是起点，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小事的日常选择。他把这些选择写成了这本书，没有夸张的励志口号，只有一句很冷的话：穷人和富人每天做的事看起来只差5%，但10年后人生却差了5000%。这句话像一把钝刀，割得人隐隐作痛，却又说不出哪里反驳。书里没有虚构的主角，但每一页都在讲一个无声的故事。2个年轻人同时大学毕业，同时进公司，同时拿着差不多的工资。你认识他们，也许你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。第一个年轻人，我们暂且叫他小 A。他每天早上被闹钟吵醒，刷10分钟手机，冲一杯速溶咖啡，挤地铁。到了公司，先跟同事吐槽昨晚的剧，工作时每隔半小时看一眼微信群，下班后跟朋友吃烧烤，刷短视频到凌晨1、2点，周末睡到自然醒，刷淘宝、打游戏，偶尔心血来潮办张健身卡，但去了3次就忘了。他也焦虑，也想努力，可每次下决心从明天开始改变，第二天早上又被再睡5分钟打败。日子像复印机，印了一张又一张。10年后，他还是那个职位，还是那点工资，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。看到别人买车买房，只能苦笑一句，有钱人就是运气好。第2个年轻人叫小 B， 他早上6点起床，不玩手机，先喝一杯白开水，然后读20页书，哪怕是枯燥的财务报表。上班路上，他戴着耳机听播客，不是娱乐八卦，而是行业分析。他记账精确到买一瓶矿泉水。他每周固定运动4次，哪怕大雨也去室内跑步机。他每天花15分钟给未来写计划，不是那种挂在墙上的豪言壮语，而是这个月要读完3本书，这个季度要把英语口语练到能流利自我介绍。别人刷剧到半夜，他在11点前睡觉；别人周末睡懒觉，他在周6早上参加付费的行业沙龙。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，没有一件值得发朋友圈炫耀。可10年后，他升职了，跳槽加薪了，投资的第1只基金翻了3倍，房子首付攒够了，孩子上最好的公立小学，他甚至还有时间陪老婆看日出。你问他秘诀，他只会挠挠头笑。我也没做什么啊，就是每天比昨天多做一点点，这就是富有的习惯。最残忍也最温柔的复盘，命运不是一夜之间拉开差距的，他是用无数个今天偷一点懒，今天再刷10分钟手机悄悄签下的死刑判决书。同样，他也是用无数个早起10分钟，多读1页书，少吃1口夜宵，慢慢改写的赦免令。书中有一个场景让我讲到这里几乎要停下来喘口气。作者采访了一位72岁的破产老人，老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墙上曾经挂满的奖状全拿下来卖了抵债。记者问他，如果你能回到30岁，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？老人沉默了很久，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，我会每天早起半小时，读那些我嫌枯燥的书，我会把省下来的烟钱、酒钱、打牌赢来的钱，哪怕1个月只有200块，也去买指数基金。我会每天跑3公里，哪怕下雨，哪怕膝盖疼，我会每天晚上写3件感恩的事，而不是骂这个世界不公平。说到最后，他哭了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那一刻，你会突然明白，人最痛苦的不是穷，而是终于知道自己本来可以不穷，却再也没有时间重新来过。还有另一幕，作者记录了一位52岁的女百万富翁，她出身农村，父母早逝，
30岁时还背着20万债务，一个人带孩子，别人下班瘫着看电视，他下班把孩子哄睡后，打开台灯学 Excel、学英语、学投资，每天只睡5个小时，连续15年。记者问他：“你不累吗？不恨命运吗？”他笑了笑，声音很轻，却像钉子钉进木头。恨有什么用呢？命运不听你哭，他只看你每天几点起床。富有的习惯真正想刺穿你的是一个比努力更残酷的真相。你以为你在跟别人竞争，其实你每天都在跟10年前的自己、10年后的自己打一场看不见的仗。那些富人不是比你更聪明，他们只是比你更懂得尊重。不是金钱的复利，而是时间的复利、习惯的复利、人生的复利。一件事你坚持做30天，只是习惯；坚持做300天，成了能力；坚持做3000天，就成了命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，从来不是大抉择，而是那些无人看见的清晨和深夜。一个选择多睡半小时，一个选择早起读书，一个选择刷短视频消磨时间，一个选择让时间反过来喂养自己，一个选择把责任推给原生家庭，推给社会不公，一个选择把遥控器握在自己手里。前者越活越窄，后者越活越宽，这就是最荒谬也最公平的地方。命运从不缺席，它只是躲在你的日常里，等你一次又一次亲手把它放行，或者亲手把它拦下。合上这本书，我坐在阳台抽了根烟，看着对面楼万家灯火，风有点冷，我却突然想起书里最后一句话：穷不是一种状态，穷是一种习惯；富也不是一种状态，富也是一种习惯。你我都在路上，有人正慢慢走向更宽阔的彼岸，有人却在舒适区里悄悄滑向深渊。今晚你关掉手机之前，想想明天早上闹钟响了，你会按掉再睡5分钟，还是会爬起来，给未来的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开始？你告诉我，如果明天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能改写命运的机会，你还舍得再睡那5分钟吗？